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做一个温暖的厨师。前2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磨菜刀的视频，很多朋友觉得受益良多，然后又问了一下，家里的剪刀不快了，应该怎样磨才和新的一样呢？磨剪刀之前，我们先观察一下剪刀，顺便给你提出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剪刀是怎样工作的呢？我们通常把剪刀分为3个部分，刀刃、刀柄和柳钉，其中刀刃和刀柄往往是一体的，2片刀刃和刀柄通过柳钉连接在一起。剪刀剪东西实际上利用的是杠杆省力的原理，因此剪到了2片刀刃的贴合面一定要严丝合缝，这个贴合面称之为剪面。其实我们通过观察可以发现，它们为了保证能夹紧，实际上是略微带有点内烧的，就是这样极不起眼的弧度，也就形成了所谓的鹅毛缝。剪刃之间产生了相互夹紧能力，在剪东西的时候会非常的贴合，所以呢，这个面是不能随便磨的。那么我们再看这边一共有3个面，第一面、第2个面和第3个面。第一个面和第2个面统称为剪根面，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考虑的，我们要磨的是第3个很小的面，它被称之为刃口面。首先呢，我们准备磨刀石，在磨刀之前，所有的磨刀石都需要提前泡水20分钟。然后我们把简单的手柄同时用力向上扳，让手柄进行一个重叠错位。大家不必担心剪刀会变坏，金属是有弹性的。我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可以轻松找到磨剪刀的角度。先把剪刀放平，然后慢慢的竖起来，我们不断的调整角度。当你完全看不到阴影的时候，也就是刃口和磨刀石刚刚贴合的那一瞬间，这个角度就是最好的角度。通常呢，剪刀的刃口角度一般都为30度。磨剪刀和磨刀不一样，都是向后推，也就是向刀背的方向。我们再来看一次，先从剪刀尖开始磨起，然后磨剪刀中间的部分，最后磨剪刀的夹角部分。磨好以后，我们磨剪刀的另一边，同样是先调整好角度，打磨的顺序也是一样的，用手指轻轻碰开剪。刀刃满意后，我们换上一块细磨石，继续重复先前的操作，对刃口进行轻磨和抛光，以达到更锋利的效果。好了，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我们要把先前说不能随便磨的地方磨一下，就是这个剪切面，就这样轻轻的缓慢的磨一下。这一步的目的，为了消除前面打磨时留下的卷刃，磨好的剪刀，我们用一张白纸来测试下效果。如果剪东西效果不理想，这就不是刀刃的问题了，最大可能性就是柳钉松了。怎么判断是柳钉松了呢？我们把剪刀打到最大角度，然后把它竖起来，就像我这个样子，大家会发现剪刀不会自然下落，即使我用手扳动它一下，它也会固定不动。相反，柳钉松落的剪刀只要竖起来，它就会自然下落到一定的程度，然后不动了。如果是完全下落，就表示完全松了。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我们需要用锤子把它锤紧，把剪刀平放在一个铁板上，锤的时候一定要用力。锤完一面，我们再把剪刀反过来锤柳钉的另一面，锤到不能自然掉落为止。这个时候我们再试下剪刀，非常的完美。以后家里的剪刀不好使了，那你就直接按照我这个方法去操作一下。如果还有更好的磨剪子方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
视频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，8颗牙齿晒太阳。